那我们今天再画一个调频，那一个调频4尺的调频，4尺调频是34.5乘以138，这个就是4尺调频。4尺调频，好了，那我们还是一样的，每次我们讲这个构图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讲，把这个中线位置找到。我们这个中线位置避免这个出枝，还有这个收笔。今天这2朵花稍微把它画上一点点哈，就是画到这个差不多中线的位置。好，这里画一朵，这里来一朵，然后这个边上这里靠边，这里一朵，然后从这里出枝吧。这里来个花苞，从这里出来一个花苞，然后这上面来一个小芽枝、嫩芽什么的上去。好，这边这个花下面这里会来一些叶子，来几组叶子，这里来一点叶子，中间会有一团这个叶子，这里偶尔跳出来一个叶子，这也可以在这上面再来一个小花苞也可以啊。看情况，等下看一下画面满不满。如果画面太满了，我们就不加。如果画面不满的话，可以加花苞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再加一个花苞。好，大概的一个构图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是第1朵花，这个是第2朵花。好，我们这个第一朵花是这个画一个塔式的。那塔式的这个花大家都知道，我经常有给大家讲这个塔式的这个结构。那塔式的我们画的时候，通常把它分为3层去画，第1层、第2层、第3层。好，我们第1层把这个花瓣画成这个物象画成这个虚的，然后颜色是浅的。花瓣是小的，当然小中有大，大中有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第2层呢，第2层是中间这一层，第2层我们通常把它画成这个物象是实的，第2层它是离我们的视线是最近的一个地方，物象是实的，然后颜色相对于这一朵花来说，它这一层的颜色是深的，然后花瓣它也是比较小一点。当然这个塔式的其实它没有很小的，不像绣球型的上面就特别小，它小中有大，大中有小啊，大中有小，它比较平均，没有说有特别小的那种，就不是像绣球型的那么夸张。那第三层这个物象它也是实的，然后颜色也是深的，但是它深的是跟这个一层这个深是有所不同，它主要是表现在底色上的深。我们会另外调一个底色上的深，然后花瓣是大的，我们通常在这个花下面会有一层会画一层这个大花瓣。那么我们今天画一朵这个偏白色的花，这一朵的话，那颜色好，第一个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然后第2个颜色我们调一个颜色，用这个太青蓝，这个太写错了。太青蓝加藤黄加朱标，调一个颜色，调一个颜色来画这一朵，这个白色的牡丹。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之前用了什么颜色？这幅作品这一朵花用的是什么颜色？好，然后我们就这个颜色吧，就用这一个颜色，笔尖的话，如果说想要再深一点，可以再加一点这个
太清蓝或者是墨，另外再来一点太清蓝或者是墨啊，看情况啊，如果不够深，我们在笔尖上再去加。好，这个是第一朵花，然后我们的这个第二朵花，我们画一个绣球形的绣球。那绣球形的我们还是一样哈，绣球形的是上面一个球，下面会有一个像飘带一样的，我们一样的还是分为3层，1层、2层、3层。那第一层的特征还是一样，跟这个塔式的是一样哈。第一层的物象是虚的，然后颜色是浅的，花瓣是小的。第二层物象是实的，然后颜色是深的，相对于这朵花来说是深的，花瓣也是小的。然后这第3层物象也是实的，然后颜色也是深的，然后花瓣它是大的。然后我们的颜色呢，我们这朵花的颜色，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这朵花的颜色？颜色的底色还是一样哈。我们的这个底色我们调的是太白加3绿，然后直接把胭脂加进去，加一个胭脂，把这个底色直接调深一些。一开始就加胭脂，等我们画底下的那个花瓣的时候再加深一些，把这种颜色再调深一些就可以。就2层会有不同的颜色，在画的过程中会去体现，大家看的时候要认真看。这个是土黄，土黄色会不会调？不会调的话，你可以去调一个啊。土黄色怎么调？还记得吗？橙黄、朱标、3绿、墨。如果有的话就直接用，没有的话可以调啊。这四种颜色可以调成一个土黄色，这4种颜色可以调成一个土黄色。然后笔尖的话，可以再沾一点赭石或者是墨。那今天就用这种颜色吧，已经写出来。今天就按照我们今天的颜色，不一定说每一次的颜色都是一样，好不好？来，我们首先把第一朵花的颜色调出来。盘子里洗了之后，不要有太多水分。准备一个碟子调这个底色。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太白3绿，加水，太白加3绿调和，调这个底色。来把这个颜色调匀，太白加3绿的这个底色把它调均匀，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这个干湿的这种程度，你可以自己去试，你可以在画的过程中慢慢去试它的这个浓稠度，你可以自己去试。我调的是像这个陈牛奶这样子就可以了，你们可以去试啊。就是说你调的太稀了，你当画出来这个水分太多了，那说明就太稀了。那你可以下次就可以把它调这个调干一点。如果你调的时候你觉得太干了，有点画不动，那就说明它就太干了，你就加点水。这个要慢慢去尝试，好不好？好，我们再来今天这朵花要用的这个颜色。这个花是这个太清蓝藤黄朱标，太清蓝藤黄朱标。太清蓝藤黄朱标。
太极蓝、藤黄、竹标。藤黄再来一点。有没有调匀？没有调匀也没有关系啊。旁边再来一点太极蓝。好，我们可以开始画了啊！这个颜色调好之后，我们可以开始画了。好，这个是4指调平。当你找不到这个中间的话，可以还是一样的，像这样子对折一下，对折一下，你这样子好知道这个中线在哪里。好，我们这个是中线，那么第一朵花画在这个位置，第一朵花画在这个位置。好，我们把这个颜色放到这里啊。来，首先我们这个笔上是有底色的，有底色把这个我们调的这个颜色，哇，这一朵花成了绿色了，所以我们的颜色还是调的不够好啊，颜色调的不够好。我们这个珠标再来一点。颜色没有调到我们想要的这种效果。当然，颜色是重一点，哪种颜色重一点，哪种轻一点，它其实关系不大，就是没有严格的，没有一个严格的要求说你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成怎样的，这只是看自己的对颜色的一种感觉。你觉得这样好看，你就用这样子；你觉得那样好看，你可以调深一点，都没有关系。好，我们把这个调好的这个颜色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薄薄的一层啊，这样子把这个笔睡在这个盘子里，明白吗？这个笔要睡在这个盘子里去调，来把它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要晕上来哈，要晕上来，要笔肚上有颜色，不能说这个颜色全部只在笔尖上，要笔肚里面也要有，所以你要往上调，往上调。当然不要调太多了，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啊，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不要水分不要太大了。你如果调的时候这个盘子里掉很多水分，那就说明水分太大了。然后调完之后，笔尖再蘸一点这个深色的啊，再把这个深色的再调一些在这个笔尖上，然后就可以开始画了。好，我们刚刚找的这个中线在哪里？好，我们从这里开始画啊。画这一个是一个塔式的，我们先画中间的这一块。好，我们先画出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半。好，我们可以继续往这边画。这个花瓣可以很长，你看它这里可以让它组成，感觉它是一个还是两个都可以。好，我们在笔尖上再补充一点颜色，笔尖要不停的要补充一点深色的部分。然后我们在这个花瓣上，我们再来一层，在这个花瓣的基础上再来画一层。那么再画一层的时候，这一层的话就可以画短一点、小一点，不要都画一样大啊。来，笔尖上再补充，这个是最中间，这样一看我们就知道这个花是朝这个右上的这种感觉哈。这个第一个花瓣就定了它的一个方向。来，笔尖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这个上面再来一层哈，来一层这个小一些的这种花瓣，让它有一个叠加的层次。然后两边会画一些这个什么侧面朝我们的花瓣，那这边我们再来一个侧面朝我们的花瓣。笔尖上一定要调匀哈，颜色虽然说笔尖要深一点，但是颜色一定要调匀。好，这个来一个侧面的一个花瓣。那这边有这个侧面的花瓣，那这边也是要有的。这里可以来一些小一点的这种侧瓣。
我们先把这些花这个架子先把它搭好，这里来一个小一点的侧瓣，笔尖要不停的蘸一点这个深色，笔尖不停的蘸一点深色，不够深再来一点。好，这一个反瓣我们可以反着让它反，来一个反着的这种反瓣。来，笔尖要不停的补充深色，如果笔尖没有补充深色，你就这个花瓣的这个层次就出不来。好，继续画出这个侧面的花瓣。你看这一笔颜色稍微的调的不够均匀啊，调的不够均匀，我们再来画一下。所以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颜色没有调均匀，你画一笔出来就能看得出来，一笔就能看得出来。好，这边来一个，朝下的这种侧瓣。这个是我们今天画一个塔式的这一朵花，首先我们先把它的这个架子先打好。来，这边再来一个侧。好，这边又来一个小一点的，让这个花瓣大里面的有小的，小的里面有大的，多一点细节上的东西。好，这里来一些小的侧瓣。来，这个侧瓣有这个正的，有反的，让它各种朝向的都有。小的，一个大的旁边一个小的，让它有大小的这种变化。好，这两边来一些这种大一点的这种侧面的花瓣。你看我画了这么久还没有加底色，是个笔上，因为这个笔它有那么长，所以它的锁水能力很强，所以它能够包住这么多水分。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这么长的这个笔锋？我这个笔锋是出锋有7厘米。你看我画了这么多，还没有加这个水分，没有加这个底色，还是一直在用。好，我们现在这个反瓣我们就画这么多，然后我们去补充里面的正瓣。然后我们首先把笔里面补充一点底色，补了底色之后还是一样，先把这个调和的这个颜色把它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这朵花里面的正瓣也不需要说跟这个比这个反瓣深太多，正反瓣的这种颜色差不多啊。好，笔尖当然笔尖肯定要有最深的，才能画出这朵花的它的一个层次。好，在这些所有的这种反瓣里面去补充这个正瓣啊。然后你看这2个花瓣，我们让它补充，感觉是，虽然说是这两个我们补出来这个花瓣，让它感觉层次会多一点。好，这些缺口里面
补上这个正半，补上这个深一些的这种花瓣。笔尖一定要有深色啊。感觉这两个花瓣这样子把它包起来，像一个花瓣卷起来这种感觉，会有一些有一些细节我们把它表达出来，有些地方我们把它画得很细致，当然不是说整朵花我们都要这样画，只是说有一部分地方啊画得比较仔细。整朵花里面要有这种虚实的变化，不能我们把整朵花都这样子画实了。那这朵花整体看上去它就死板了。好，这些地方我们再来加一些花瓣，把一些地方的特征把它表现出来就可以了。来，首先把这些缺口我们都把它补上。好，现在我们这个笔肚上没有底色了，没有底色，我们再蘸一点底色。我们现在基本上要画这个上面这一层呢，这个第一层的花瓣。那第一层的花瓣它是一个花瓣是比较虚的，所以说我们颜色要调的很少，还是一样把这个颜色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然后笔尖蘸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不要太多了啊，一丁丁点就可以了。那这边我们直接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好，这些小的花瓣，笔尖还是要有一点点深的啊，花心在这个地方。花心这个地方是花心啊，那我们上面这个虚的花瓣，我们就沿着这个花心，哎，笔尖还是要有一点点深的啊，笔尖要有一点点深的。好，现在没有底色了，没有底色，我们再沾一点底色，笔肚里面去蘸一点底色，蘸完底色之后，我们还是一样把这个绿色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把它拉出来啊，拉出来，均匀调一层，一点点，然后沾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一定不要太多颜色了，因为这个是虚的，我们要表现它的这个虚的地方。我们这个花瓣就是这样子去点出来，一笔一笔去点出来。点的时候要有这个大的，也要有这种碎的。要有这种碎的。笔尖稍微的补充一点点颜色，这边点是要快一点点去点它，会点得更加自然一点。如果太慢了的话，可能会点得很奇怪。所以说我们点的时候，笔法要潇洒一点，要快一点。好，然后一下我这个笔上就没有这个水分了，然后这个底色又蘸一点。你看我们画花的时候，你看这里是不是把它表达特别清楚？我们只要挑一部分的地方，把它的特征，把这个花的特征把它画出来，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其他的地方不需要说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把这个花瓣画的清清楚楚，正反瓣画的清清楚楚，那样子画整朵花你去看起来它就死板了。
整幅画看起来也是死板了。所以我一直教大家，就是这种方法画出来这个花才会显得灵动。你们自己有这种感觉吗？你们现在这种花，现在我们有很多老朋友，现在画出来这个花都已经非常有灵动了，已经掌握了这个主要的这个要领了，所以说特别欣慰，特别开心。这个笔尖还没有深色，笔尖要稍微有一点点颜色啊，不能说完全没有颜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缺口，我们到最后看一下啊，看这个缺口，我们是否要把它这个缺口留着？有可能我们要把这个缺口就这样子留着。当然这里是颜色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哦，有的时候一点点，像一朵花上有一些地方颜色不够均匀是允许的。我们画这个写意画，不要说太严格了，太严格去要求了，就是这样子会太刻板了。写意它就意到就行了，不一定说一定要多么像，跟这个真花有多么像，不追求。好，这一笔颜色稍微深了一点点啊，当然没有关系。这里要加一些这种，因为这里有个缺口，所以我们要加一些这种碎瓣。加一些小的花瓣上来，然后我们基本上要画最下面一层的这个花瓣了。来看一下，我们再来画一些这个下面，再来画一些小的花瓣。好，这里感觉是有一个反瓣，我们在这里加上它一个正瓣的这种感觉，不要加的太齐了。这些画一些这种小的细节，让它感觉有正有反的这种，有深有浅，有大有小的这种花瓣。好，我们这一朵花基本上我们再画一层这个大花瓣，这朵花就完成了。把这个留白的地方把它画满一点。好，我们现在我们要另外调一个底色，另外调一个深一点的底色，就是把这个底色再加深一点，再画一层。好，把这个底色我们再倒一点到这边来，我们要画一层这个大花瓣。好，我们把这个底色里面再加点这个三氯和胭脂，把它调成一种灰灰的这种颜色。
好，调成这种灰灰的颜色，然后调好之后还是一样，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还是一样的调色啊，这些颜色还是一样的调，还是把这个绿色还是拉出来，均匀调一层薄薄的，在这个笔的2/3了。现在我们画大花瓣要拉出来，调到2/3的地方了。现在不是调到2/3就可以了，我们要拉出来，调到2/3的地方。好，你看这个把颜色拉出来，笔肚上都有，然后笔尖还是要蘸一些最深的。笔尖要蘸最深的，可以蘸一点点开启蓝，或者是蘸一点点墨，加一点点墨也可以。就是你这个盘子边缘的这个墨，边缘上的这个墨加一点点，千万不要加太多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加。我们在这里直接先在这里画一个大花瓣啊。这个大花瓣可以慢慢往这里推，有的时候可以这个笔可以停顿一下，然后再换，再点，推加点，推加点，这样子来。这边来一个，这种反笔画的这种花瓣。好，一笔。2笔来形成的这一个花瓣，把这个根部画一下。好，我们再来调一点，补充一点颜色，笔尖也可以加一点点墨。像这个缺口我们不想要，我们可以把这个缺口把它填一个小花瓣。来，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笔尖可以还是想要它黑一点点哈，可以蘸一丁点这个黑色的墨，一丁点就可以了，一定不要太多了。好，这个花瓣。来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笔尖蘸一点点深色的啊，笔尖要有这个深色的。好，这里来一组哈，这里来一组花瓣。这一组花瓣的话，它有为什么不要一笔画过去？就这样子画，它会有一点点这种笔触感，它会显得这边的这个花瓣的层次会更加丰富一些。笔尖要补充这个深色的，笔尖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看一下这里这个缺口。再来继续补充一些花瓣，笔尖不停的补充一些深色的，来加一点点，想让它更深一点就加一点点这个黑色。就有的时候为了故意突出它的一些特征，
这里加一些小的花瓣，一些小的碎的花瓣。好，再来看一下整朵花，看一下哪里需要再去补充一点花瓣，把这个缺口这里再补充一点点。基本上这一朵花我们就画这么多就差不多。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外形，需要回笔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回一下笔啊。有没有感觉会稍微的平了一点点？其实这样子也可以啊，这样子也可以。把这个花瓣我们再加长一点点。来回一下笔，回一下笔，稍微的笔肚上有一点点这个颜色就回笔就可以了。这里也加长一丁点，就是破这个平呢，把这个平破掉，不要让它太平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外形啊，看一下外形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我们蘸一点这个深色的底色，蘸一点这个刚刚调的这个深色底色，笔尖蘸一点点来扫一下外层。扫一下这个外面这一层。好，这个让它上下稍微有一点点呼应，然后这样子它会整朵花会显得更加什么？更加灵动。这里再来长一点。好，这一朵花基本上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好看吗？这一朵花？把花心加上吧。让最深的颜色加上这个花心，把这个颜色调深一点。好，这个是花心的地方。你看一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就像中间这些地方，如果这个空白太多了，我们可以填一下。有空白多的地方。算了，我们这个颜色已经用完了，我们就这样子吧，不去调动它了。有一点白的地方就留着吧，就没有关系。有一点白的地方留着也没关系。
好，我们在这里再画一朵这个绣球形的。好，我们再来调一个底色。我们再调一个底色是另外一朵的调色底色是这个，还是一样太白三绿，直接太白三绿，还有这个胭脂直接调一个深色的底色，太白三绿。我们继续在这个没用完的这里面去调它。好，我们直接调这种底色，调这种灰灰的这种底色，太白加三绿加了胭脂的这个底色。调好之后，调成还是一样，调成这个牛奶状，比较浓一点的牛奶状。好，我们再来画这一朵。这朵调完底色之后，我们要弄一个什么土黄色，用一个土黄色还有这个赭石，我们放在一个盘子里用吧，免得用太多盘子。没有土黄色的就直接就调一个土黄色，怎么调的已经写出来给大家了。土黄色，然后赭石。加赭石，在深的地方也可以加一点墨，深的地方同样是可以加一点墨进来。好，我们先把这个土黄色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土黄色啊，这个是土黄色，直接用的是个土黄色，然后笔尖可以来一点点赭石啊，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画这朵花，画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的挨紧一点啊，这两朵花挨紧一点。然后这朵花，它是一个碎花瓣的一个组合，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大小的这种碎花瓣去组合。那这个花瓣你可以比较随意的去画，看到没有？这个笔会比较随意的去画，就自由的去画。就是每一朵花，每一种花型的花，它的画法都是有一定的有点区别。好，这里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让它这个花瓣大中有小，小中有大。
好，我们这朵花它就是比较多的这个碎花瓣去组合。笔尖沾一点点，我们越到边缘，这个花的话颜色是越来越浅，所以我们就越到边缘来，这个花这个颜色占的越来越少，我们只需要沾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基本上是用这个底色在画这朵花了。好，这个笔上没有底色了，我们再蘸一点底色。好，这个上面基本上是用这个底色去画了，只需要笔尖沾一丁点这个颜色就可以了。笔尖沾一丁点，基本再用这个底色去画。好，这个又没有底色了，然后我们笔肚又去蘸一点底色。这朵花它是把叶子画完之后把它蹭出来，它就特别好看。啊，这个都是一些碎花瓣啊，碎花瓣都是这么去点它。稍微笔尖蘸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我们画下面这一地方可以蘸一点赭石，颜色可以稍微多蘸一点点。这朵花到时候要让它这种灵动感要让它出来。好，我们现在要画最下面一层的这个花瓣。最下面一层的花瓣，我们要蘸颜色，底色的话，我们可以再调浓一点，再调浓一点。不调浓也可以，我们把颜色调浓一点，直接还是这个底色，因为这个底色已经很浓了。那我们把颜色调浓一点，把这个颜色多调一点上来，赭石也调一点，然后还调一点这个墨色，还是跟上面一朵一样的，弄一点点这个黑色的进来。弄一点点这个黑色的进来，这里我们可以先画一个大的这个反瓣，超大的这个花瓣。哎，这里这个纸有点褶皱。好，这一笔下去，一个大的花瓣。再调色，调色之后还是一样的，沾一点点这个黑色。调一点赭石啊。
好，这样子直接来一个大的花瓣下去。这个大花瓣里面要有大有小有变化。好，来笔肚里面没有底色了，我们再蘸一点底色。好，这边加几个花瓣，然后看一下哪里再加花瓣，留一些缺口。你们画花瓣的时候，你想在这里画啊，这里画，然后留有缺口，你们再去补缺口就行了。啊，基本上这个大花瓣画几笔之后，这个颜色已经就没有了，我们要加底色。加完底色之后，继续调色。好，我们看一下这里还要不要加一下花瓣，这个地方再加一层花瓣啊。啊，这是两朵花衔接的地方，我们要注意这个层次啊。这朵绿色的它是在上面的这个层次。好，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回一下笔，这朵花就这样子也行了，就这样也行了。这里再来一个花瓣也行啊。这里来一个花瓣之后，其他地方也需要调。然后我们笔尖蘸一点这个深色的底色，蘸一点深色的底色进行把这个外观调一下。把这朵花的这个整个外形调一下，可能就随便扫几笔，它整个外形就改变了。好，就这样可以了。这两朵花来，大家看一下，这两朵花它都是比较淡雅的，因为这个四条屏是比较淡雅的四条屏。拉上一点，看一下这两朵花好看吗？然后我们来画一下这个花心，把这朵花的这个花心画一下。花心，我们这个先画这个雌蕊，雌蕊用这个3绿。
那我们画这个花心分5组，这个下面这里像这个塔式的朝上的这种花，下面画2组，一边一组，然后这里一边一组，中间一组，像这样子分布就可以了。好，一边下面一边一组，然后这2边。好，往里勾一点，往里勾一点。好，我们画5组这个花心啊，这个5组画出来，然后我们偶尔跳出1、2个，跳出1、2个。
画这个花心要有这个疏密关系。你看我们这一块中间让它很多很密，在外面一点会有一点小一点的组合，再到外围会有一点更小的这种组合。你看这一块让它很密，然后外面让它有一点稀稀的，偶尔来1、2颗的这种花心，让它有这种关系，疏密关系。这2朵花好不好看？这里还要画一个花苞啊，待会儿我们这里画一个花苞。好，我们还是一样蘸一样的底色，还是要蘸底色画这个花苞。盘子里有什么底色就用什么底色，没有关系。画一个什么颜色的底色？画这种绿色的吧，用这种绿色的画一个花苞。我们来画一个花苞。好，在这个地方画一个花苞。来，笔尖再沾一点颜色。那既然是花苞，我们就要让它包起来。这样子反着画，虽然说有一点点不好画。好，花苞就让它包起来。笔尖要蘸一点颜色。笔尖要有一点点颜色啊。这个纸不太平。好，笔尖来蘸深色。好，这个花既然是小花苞，那么要慢慢的把它包起来。注意这个层次。来，把中心的地方填满它。新的地方用最深的。好，就这样吧。好，就这样子，来一个简单的小花苞在这里。